现在关键时刻，美国加州的大暴乱其实就是中美对抗的最前线。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我们要回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加州的州长纽森曾经受访时，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加州不是美国，他愿向中国和其他交易伙伴伸出开放之手。”这句话，他彻底的踩到川普的红线。第一条红线是什么？加州，加州是全美国最肥沃的州，营收最多的一个州 ，GDP 都比日本还要来得高。第二是什么？你轻中的太过分。第三个是什么？加州里面有最重要的科技巨头，叫做矽谷，这是多少美国科技霸权最需要的一个地方。当你今天刻意轻中的时候，危险性就来了。我们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谈过，为什么中国的科技持续能够追上美国，很多原因都是因为这些企业大佬在慢慢的帮助中国，像是之前点名过的苹果，而其他的矽谷大佬同样也是一样。所以这一场中美的科技战，川普他势必要清洗加州，夺回矽谷。好，石总，我们刚特别提到了，我用了"清洗"这个词，为什么？因为整个画面我们今天看了非常多，包括各种冲突、砸等等。你看哦，其中一个人叫做马斯克，对，上礼拜才跟他吵架的人，今天什么无条件支持，你做的是对的，你就是要这样干。对，没错。事实上，这个川普呢，他镇压加州，他是开撕加州这件事情来说的话，获得很多人的好评。这里面来说，就包括跟上礼拜才跟这个川普刚刚吵架的伊隆马斯克。你看，伊隆马斯克呢，他马上就删光所有批评这个川普的文章。然后同时间，你看呢，他马上你看川普说这个不能够戴这个面具，或者不能够戴口罩这件事情，他马上就在这个推文上面转推了这个状况。另外一个，他还转推了一个 JD Vance。JD Vance 说什么？我们要把从移民入侵呢，要解放洛杉矶，然后终结这些移民暴动，然后秩序会恢复，非法移民将会被驱逐，洛杉矶将会重获自由。这是川普的推文，然后范斯转推之后，他再转贴。所以你要事实上，他等于是表达说，我对你川普，你有 guts， 你敢做这件事情，我给你按几个赞。所以看起来会不会因为洛杉矶的事件呢，让伊隆马斯克呢跟川普呢会不会重修旧好？这有是可能性哈。那为什么呢？伊隆马斯克或者说这些共和党这么讨厌加州？我跟他讲，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川普曾经说过，他说最大敌人不是来自海外，不是来自境外，是来自境内。境内谁是最大敌人？他只是讲就是纽森嘛，就是加州州长。你看纽森5月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什么？我不赞同这个川普对中国的征收这个高关税啊。然后加州不是美国，加州不是美国，不然你加州是哪一个国家啊？然后愿意向中国还有其他交易伙伴伸出开放之手，你讲这个加州不是美国，你这不是抵触到这个川普吗？川普那加州哪不是美国？加州是不是美国？当然是美国。你讲这话地雷了，你讲这话干什么？对。然后纽森也说什么？全球贸易不是零和博弈，他认为中美之间是互相依赖的关系。然后他还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距离华盛顿特区2000英里，那在理念上我们是2个世界。我代表是全美不认同川普的一个州。然后他还说什么？矽谷科技公司在亚洲的供应链和市场交织，导致加州跟其他州相比，受关税影响尤为严重，所以他讲说矽谷我们矽谷跟中国连结非常深啊，所以你看这完全都踩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川普的这个底线。为什么？川普最不爽说，你理念跟我不一致。再来就是说，为什么他要控制加州？我们跟他讲，加州的位置在这边。加州呢，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它是全美国人口第一大州，而且是美国经济第一大州。你看它的 GDP，2024年的时候4.1兆，4.1兆什么意思呢？超过日本的4.02兆。如果加州视为一个国家的话，它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中国还有德国的第4大经济体。一个州比日本的1年 GDP 还要来得多。对，所以你知道他一定要控制加州。控制加州等于是什么？我们都讲钱袋子就在加州嘛，对不对？然后加州还有什么？加州还有非常重要的科技重镇在这个地方。矽谷，你这些矽谷或者是这些人才，我没办法把它抓住的话，我根本也不可能对抗中国啊。好，我简单来说，假设你扣掉，目前为止美国是世界第1大经济体，对，你扣掉加州的话，美国就不是了，变成是中国第1，美国第2。所以你知道说加州对川普来讲多么重要，所以他为什么这次毫不客气就马上要整顿，马上要重振这个加州的这个 law and order， 其实有它战略上面的意义。知道为什么说加州这么重要？你刚刚提到一个关键叫做矽谷。矽谷里面有多少的科技大佬？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节目上有跟大家谈到一本书《Apple in China》。这本书里面讲非常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中国的制造业，它指的是制造业，为什么能够这么快速的起来？
就是因为你苹果帮忙啊，对，苹果也是来自于矽谷啊，是，而且矽谷里面有更多的企业，对，所以川普这一次一定要整肃到底的。对，没错，我们之前讲过这个《Apple in China》这本书嘛，他讲得非常明白，他说这个苹果公司帮中国训练了2000多万的合格工人，然后等于是最大的这个就业制造机会，然后同时间没有苹果，就中国不会有今天，而且中国的所有供应链几乎都是苹果养出来，所以等于是矽谷你养大了中国，然后反咬美国嘛。好，那我们讲不是只有这个所谓苹果一家公司，他说什么？中国的科技巨头像阿里巴巴、腾讯，还有这个百度，还有字节跳动，他们都在矽谷设研发中心。然后研发中心来说的话，他们都跟这个 AI 啦、大数据啦，还有晶片领域互相跟这些所谓的矽谷的公司合作。所以你知道，美国不是说，我不准你这个辉达卖到这个美国卖到中国去吗？我不准你很多产品卖到这个中国去，但是他们没有在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透过在美国设立实体还有团队，他们在那边研究啊。等于我还是有矽谷的最新的技术啊，我还是获得技术啊，而且我要获得更原始的技术，所以他等于还是在这边发展。那矽谷这些人有没有要中断跟中国合作？没有啊，这就是川普没办法忍受的啊！你明明这个中国明明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之一。好，那另外为什么这个川普会那么紧张？因为跟矽谷合作的结果是，中国现在在科技业上面来说已经超越美国了。这是根据这个英国的媒体披露的。他说什么？中国已经从山寨王国变成是创新王国，山寨到创新霸主。他说什么？他说中国在64个关键技术领域的57个已经引领全世界。64至57，这已经几乎是全面领先嘛。对，包括国防啦、生物科技啦，还有机器人的领域。然后目前为止来说话，这个本世纪初中国只有3个领域哦，现在已经完全领先，只有这个美国只有领先7个，那中国领先57个。好，那领先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讲 DeepSeek 前一阵子不是出来的时候，让整个矽谷震动吗？对。然后第二个是无人机，他特别讲到无人机领域，他说呢，这个因为中国目前为止无人机的市占率高达70%。然后他就说 ，OK， 过去中国是用所谓的这个逆向工程嘛，买无人机来 copy。好，那美国说我们也买个无人机来 copy 你。好，美国无人机创新公司把中国的无人机拿过来之后拆掉之后呢，对，他们感觉到很沮丧啊，因为他们没办法复制。没有办法逆向工程回去，所以你就知道说，中国目前为止已经领先到他们什么程度。然后包括说像他们的在这个论文比来说也超越美国啦。然后包括说在医药，为什么？他就说什么？他们目前新型疗法的数量已经超越欧洲，近1/3的大型制药厂的协议都涉及到中资。为什么？因为中国对这种医药的监管比较少，对，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多人体实验，他们就目前为止就追上你。所以等于这些都是有原始的技术，可能都来自于美国，但是呢，你只要流到中国之后，中国可以用很多方法超越你，所以等于是这个很多技术就是来自于你矽谷。好，那为什么要抓住这个矽谷？因为矽谷目前为止来说是变成是美国国防部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你知道美国目前不是在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吗？打造未来新形态的战争吗？事实上，现在矽谷给他非常多的这个助力，譬如说什么？目前为止，矽谷有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叫 Palantir。对 ，Palantir 来说，他们就还有很多公司，包括说在无人机上面的合作啊，或者各方面的合作。包括说，你看他们矽谷跟很多家新创公司开始面对中国在资讯安全、这个智慧财产还有市场进入的威胁之后，转而跟五角大厦的合作。那我们就讲在军事、太空还有人工智慧上面来说，美军都要导入嘛。好，尤其是这个 Peter Thiel 就是 Palantir 的公司。好，那我们就讲。因为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美国今年的这个国防预算是8000亿美金，对不对？照理讲，明年会提升到1亿，1兆美元。那1兆美元里面来说，很多就是要打造这些。那过去无人机啊、军事、太空等等，没错。那过去美国国防部的这个订单，大概就是什么洛克希德马丁啦、诺斯洛普啦，或者说波音啊，未来他们要跟这个矽谷合作，所以等于矽谷是他们未来一定要抓住的一个对象。好，那尤其是最近 JD Vance 他还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最近不是因为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啦，美国在吵得不可开交。他说呢，我们政府目前为止跟 Palantir 在合作，他获得一个叫做7.95亿美金，约莫8亿美金左右的一个监控系统。这个监控系统，他又说什么？我们会把所有政府部门的资料整合成一个系统。这很厉害我把说，譬如说什么国防的啦，或者说像外交的啦，还有什么民政的啦，还有税收，全部把它整合在一起。可以把资料库整合在一起，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假设有一天我在街头上抓到了张兆和，我只要打出张兆和就知道，你是非法移民。甚至有一个非法移民用别人的社交软体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抓得到。
所以的话，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非常全方位的。所以你要去盗用或什么，你也没有办法躲掉。你的涉案号一输入出去，是你就盗用啊，你就是非法移民。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有这么多的这个方法，所以你知道他这都需要什么？都需要跟矽谷互相合作嘛。所以我在跟你讲，矽谷合作是变成是他跟中国在国防产业、很多安全产业来说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超越的方法。好。那我们就讲，伊隆马斯克为什么会这个赞同这个暗战这个川普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他原本的总部也在加州，可是后来他就搬到德州去了嘛，所以他显然对加州很讨厌。为什么对加州很讨厌？第一个，因为加州的这个税比较高，加州税来说，他要付13.3%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税，但是问题是德州没有这个税，而且他现在都已经把这个工厂都迁到德州，他甚至也住在德州，他还说什么？人家就说，真的原因是因为德州可能有很多工人，加州没有工人。为什么加州没有工人？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因为根据美国的这个一个报告里面来说的话，就是全美的这个所谓的毕业生来说的话，这个88%，然后德州是93%，但是加州只有85%。加州比全美国的毕业生的这个高中毕业生的毕业率还要低，对，就表示很多人没办法毕业。好。另外一个，根据美国有一个报告，他是说什么？全美的教育进行所谓的统计，他说4年级的这个学生平均数是240分，按美国的标准哈。当然说满分是500分，240分其实也是很差啦，不低，这个还不到50一半哈。他说领先的是这个明尼苏达州248分，然后德州是244分，然后呢，这个你看都比美国平均这个还要更高嘛，美国平均240分嘛，这两个州都更高。然后结果，但是你加州只有235分，对。好，那为什么会这么低呢？因为事实上加州人他们还上一些课，因为我们知道加州是最标榜所谓进步派，对，所以他们上一些所谓的民族研究的课程啦，还有 DEI 的这些相关的人权的一些课程啊，浪费太多时间在这上面，这也是伊隆马斯克很讨厌的地方，所以他搬到这个德州去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嘛。好，那我们就讲。所以呢，伍德就说：“这一次呢，会不会是伊隆马斯克在跟这个所谓川普吵架，是为了什么？要刻意跟川普吵架，那中国为因？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实际上他们吵架的原因是什么。真的假的？对这件事情，对，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我就跟他讲了，我认为说伊隆马斯克接下来一段时间呢，应该会跟川普求和。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的目前为止，这个礼拜他要推出这个 Robotaxi，这个都需要美国政府啊。然后他那个什么 Neuralink 人脑跟这个机械的结合，这个也需要美国政府啊。他 SpaceX 这么多订单，都这么多，都需要政府啊。所以伍德就说啊，他是演一场戏嘛，演一场戏是什么？这个演戏说我们两个闹翻之后，我会有回来川普的身边，这样是不是更具有这个戏剧性？好，这个当然是他的说法。不过我们又讲，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川普来这个挺这个加州的，这个打压加州的时候，有一家公司被意外这个掀到台面上，就是什么？赵好，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次不是很多这个威摩的车被人家烧吗？被打砸抢吗？而且不止一台哦，对，每次那个画面看起来吓死人，一整排通通都是威摩。对，那为什么威摩的车会被打砸抢？因为很简单，它是无人驾驶的这个车子。好，那威摩是谁呢？威摩其实它是 Google 的公司 ，Google 有去投资它。那 Google 投资它之后，因为 Google 这几年呢，它都一直在凤凰城啦，然后旧金山啦，然后洛杉矶啦，还有奥斯汀啦，它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定点的载客服务。对，然后它还有很多大量的 data， 所以目前为止，威摩的这个技术，它的自驾技术，甚至连这个特斯拉都说，威摩的技术已经比我们这个特斯拉还要更好了。好，所以有人就说，他可能川普也是看到这一次的 Google 这个威摩被人家打成这样，他也是很不爽。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说真的，威摩也有美国非常需要的东西，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讲到说，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这个交通事件吗？好，那你看，事实上威摩，你看他遇到路口有车祸的时候呢，他自己会判断有车祸，他会把它绕开，就说，你这边有车祸了。前面一台车刚刚直接从他这边钻过去，甚至机车摔的时候，对，你看他马上刹车，马上就刹车，这么厉害。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个非常好，对不对？另外在晚上遇到这个突发事件也会这个样子。那甚至他们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停车场，就自动停车，然后自动停车就威摩可以自己停。你看车子发生意外的时候，它马上就会躲开。然后这个威摩自己的这个停车场，还有无人驾驶的这个技术，甚至他们还会自己排队去充电。所以我跟你讲嘛，这就是美国需要的。我未来，我问你，如果在战场上需不需要这些系统？当然需要。对啊，战场上的话，而且是从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它可以在这个车祸前几秒，就甚至还没有撞到之前哦，它是预测，包括刚刚你看到的机车，甚至脚踏车都能预测。这也难怪，你看哦，连特斯拉都承认这件事情。来，我们看到这一段，他说特斯拉 AI 与自驾部门负责人被问及特斯拉与 Waymo 的自驾技术比较时，他说在技术攻 Waymo 已经能做到，我们大概还
落后几年。对，所以特斯拉怎么可能会承认这种事情？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 Waymo 这个技术来说，等于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嘛。哈，那我跟你讲，Waymo 在哪里？在矽谷嘛。对，那矽谷这样，万一这个技术被中国拿走还得了？就出大事了。在战场上面来说，如果你战车可以装这个，或者说装甲车可以装这个，或者无人攻击车可以装这个，那是不是就无往不利？所以我跟你讲，这些都是美国的国宝。那问题是，美国的国宝现在都在哪里？都在加州嘛。问题是现在加州是谁当家？纽森当家。纽森还说要跟中国建立关系，而且他说加州不是美国。你觉得川普能忍这件事吗？所以为什么他一定要派国民兵？他为什么要派这个陆战队进到加州？因为他一定要让加州恢复秩序。你加州是美国的，不能再说加州不是美国。不是，这样一路看下来，川普的针对加州的这波大清洗，那画面我们真的看了都吓死了。现在加州更变得跟地狱一样。是很多人会以为想说现在是美国要出现内战了吗？那个画面看起来真的是非常触目惊心，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是持续了好几天哦。6月6号的时候，就是穿着迷彩服的这个联邦的探员哦，他们就是要执行相关的一个搜捕无证移民哦。那哇，那个而且你看这个画面，真的你说美国人，尤其是川普烧到这样，而且你知道他们就烧成这样，然后但是他们的这个包括加州的州长，还有洛杉矶的市长，竟然还没有派出所谓的国民兵。他们心里想说：你们现在是无政府状态吗？你怎么可以让这样的动荡的画面？你这样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告什么？我们加州是没有办法被政府所控管的，你根本就是化外之地。所以川普这个已经从6月6号到6月7号，他没有办法再容忍，很可怕，直接烧车。而且你知道他们这几辆车是他们故意叫，有点像是像我们叫 Uber， 结果你车子到之后，他就直接烧杀，就是这样子整个这样子。你说他还特别把车叫来，然后你来的时候我就烧你。对，所以他们是故意的，所以他们才会觉得根本是一个没有政府的状态，大规模烧车的情况，甚至还在着火的车子旁边在那边骑车挑衅，然后呢开始有这个墨西哥的国旗啦，还有一些什么中南美洲的一些国旗啊，然后还有看到一些民众是直接用石头来攻击警察，这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罪。你看。这个如果跟你讲说这是加州的状况，真的大家心想说，那现在是美国政府，也就是川普总统没有办法控制加州的吗？太夸张了，冰冰亮亮，冰冰亮，不知道还以为在那个拍电影，不是，这个竟然是真真实实在上演的，而且还有石头这个砸路人的车哦，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房子直接丢进直接炸嘞。对，而且你看就直接就是这样抢啊，干嘛？所以这就是人家为什么说到最后川普会直接动用国民兵。那事实上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就是川普跟他们的州长还有洛杉矶市长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冲突哦，因为他们那个州长就说你这样动作，事实上你是在激化这些人哦。那这个洛杉矶他们这些包括你看，其实很多人是拿着墨西哥国旗的，为什么？因为在当地哦，其实有63%的非法移民都是墨西哥的墨西哥籍哦。那还有包括像是什么瓜地马拉啦，然后萨尔瓦多这些全部加起来大概有22%，所以人家就心里想说，你这一些人，你本来就是非法移民的，人家在我们政府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你们竟然阻碍我们执法，而且你直接把你的国旗这样弄起来，然后所以你在派了国民兵，2000的国民兵，凶直接给他压制在地上了。是，而且我跟你讲，他现在不是只有派这个国民兵，他直接就给引用了一个武装部队法典的一个第10章12406条，有叛乱危险罪，因为他们就说，事实上这个国民兵应该的管辖权是属于州政府的，也就是说应该是州长自己来派。但是我们刚刚是不是提到，从6月6号、6月7号你都不派，所以等于是川普直接接管，所以现在看起来川普等于就是说，你现在直接定调。这个不是所谓的抗争，这个就已经是所谓的叛乱行为了。叛乱行为是，而且我跟你讲，更可怕一件事是什么？竟然他们国防部长这个赫格萨斯直接就说：“我跟你讲，不是只有我跟你讲，我们的海军陆战队都已经这个蓄势待发当中了。包括美国的北方的司令部也证实来自加州29棕榈基地的第2营第7陆战队共500名已经整装待命。这个我有印象以来，好像没有那个军队是可以在美国自己，因为美国等于是你是本土应该是不能有军队的，所以我不知道现在他们是等于川普会认为你这个已经失控了，而且冲突整个升温了，你直接把陆战队随 stand by，
那是何其严重的事情！是，你看现在画面上还拍到什么？一架国土安全部的黑鹰直升机在洛杉矶街头中间降落，是卸下一箱箱的弹药哦，所以他们就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类似的一个场面。包括美国的记者，他们也在洛杉矶市中心哦，也是这样子，因为那个两方在搏火当中，所以他的被射了一个橡皮子弹哦。对。所以呢，这个情况哦，就会讲说哇。这个一再一再的画面告诉我们，感觉上现在美国的这个好像对于加州还有洛杉矶这边有一点呈现一个失控的状态，包括他们就是这个女记者，她脚也因为在采访的过程被那个橡胶子弹，然后就打到。我们刚刚看到的画面是在加州，而且我们现在是什么？现在在纽约这个地方哦，纽约这个地方也是亲这个民主党的哦，也是大本营之一哦。纽约是什么？他现在川普的清扫清剿。也不是只有在一个地方了，是就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他们会认为哦，你民主党执政的地方哦，都太过于自由或太过于执法不力，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就产生很多冲突，而且呢，他们现在就变成是说这些案件，你就算逮捕他，我跟你讲，最荒谬是什么？在去年11月30号的时候，他们就逮捕了这一些就是非法移民的，而且还是有犯罪行为的哦。结果后来到法院之后，法院竟然把他们无保释回，耶，直接放回去了，直接就放回去。然后这些警察心想说，哎，我们这些人是那个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非法的然后那个歹徒都逮捕，你竟然就直接放回街头。然后呢，他放回之后，你知道怎么？他直接比中指，他直接就在镜头前给你比中指，意思是想说，哈哈，怎么样？这个我们这个你们这个法院就是挺我们的这些，所以这样子的类似的一个证，你看就直接比中指。所以呢，这个真的是问题很麻烦哦。那根据他们相关的统计啦，就是呢，这个75万的9000名的一个非法移民当中哦。高达7.78%，也就是5.8万人是曾经有判刑或者刑事的一个相关的犯罪行为，其中是帮派分子的又高达2%，有1000多人哦。所以说心想说，哎，这去 combo 呢？然后现在目前为止，这个整个市府要照料这些无证移民的这个时数，每天花费金额是$388哦。哎，他们是非法的，你光是照顾他们就要花$388。然后你看他到什么到汽油干嘛要烧车？所以就类似为什么美国会有产生这么样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那大家又讲到。为什么洛杉矶会变成人选的路，含泪也要走完？它是有最繁荣的一方面，但是它另外一方面又是什么？又是我们刚刚讲无业游民非常多。你知道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他们现在就跟你讲啊，他说不是只有刚提到的，好像是动乱这样子，他连你有野火的时候。他连你已经在加州有很多野火嘛，对，他连野火的时候，这些人也趁机，然后打破你的家，然后就是要去抢你家。野火的期间，对，野火的期间他不放过，哎，就是你个天下都在烂，时机大好，所以他有这么多人，这些就全部都被列了出来，全部都是这些人。对，所以他们有刚刚不是提到吗？有一些可能就是在那个山区啊，就是好莱坞的那个豪宅居住地啊，他们你看，他们就你在这抢，真的是那种这个抢超商，这已经是小事了，他们还会趁野火之后抢你的这些豪宅啊，所以他们就讲到。说有的他们那些豪宅的那个男主人把女主人送走，小孩送走之后，他是拿着枪直接告诉你，你敢进来我就开枪毙了。对，因为我要保护我的财产，不然我野火没烧到我家，结果到最后还是被你们抢劫一空啊！我想不是一般多数美国人只希望日子可以恢复太平。不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对于川普来说，他一定要把所谓的加州把矽谷直接拿回来，因为。抗中绝对需要矽谷，而他第二个大麻烦是什么？是他的国债问题。国债问题，大家想说他去还债，没有，谁要跟你还债？他现在要的是什么？要化债。化债概念是什么东西？他有提出一个叫做天才法案。这个天才法案真的能让他的国债能够化债吗？所以现在看加州闹成这样，可是美国总统川普跟加州跟矽谷的关系正非常紧密，甚至你说了化债问题是要打造一个美元新霸权，跟加州跟矽谷一起搞。所以他跟马斯克开始的时候，你看这个人突然出现了，而且他跟副总统范斯一起出席比特币的大会上。这个人是谁？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天才，他是叫丝绸之路的创办人，叫罗斯乌布利希。他以前干过什么事？2011年他打造暗网，在暗网里面做什么？做贩毒，然后洗钱，然后鼓励说大家用虚拟货币比特币来交易，所以又被称为加密货币之父。就是这个人，现在在演讲这个人，对，他叫去自由化，大家鼓励自由，那去中心化。哎，对不起，这个犯法了，所以他最后2013年就FBI 抓了，判了40年。所以如果没有川普今年特赦他，还要再关25年后他才出来。所以他这次出来之后，在这场演讲里面，他眼泪放光，说我要感谢
川普总统对币圈还有对我的支持，我是领悟我人生的意义。突然间完全领悟了，川普给他有如再造一个生命，所以我愿意为自由负担一切。他现在要干什么？跟范斯、跟矽谷帮一起打造一个美国的新的叫做天才法案，那全名叫做引导跟建立美元稳定币的国家创新。简单的讲，就是我要让美国成为加密货币创新的全球最强的国家。这也难怪为什么范斯他在5月28号的比特币2025的大会上面，来导播我们看，他说我们要让美国成为比特币的超级强国。所以这个天才法案又有人戏称叫大聪明法案，这个有多聪明知道吗？它规定就是说，你以后你在虚拟货币里面买100万的虚拟货币，美金的虚拟货币，对，那发行币商要做什么事情？你的安全保障在哪里？所以你为了保障这些买虚拟货币的人，你就必须要为了这个保障，所以法律规定你要再去买100美元的美债，100万美元的美债等于你卖了100万美元的虚拟货币，你买了100万的美元的美债，那就等于虚拟货币跟美债跟美元绑在一起了，美元成为新的数位帝国一个霸权，美元就变成全世界最强的虚拟货币。所以范斯就讲很清楚，最好，这就是一个美中对抗的一个。中国非常讨厌虚拟货币，尤其是比特币，没有关系，美国会把比特币作为战略的资产。100天内让美国成为全世界的比特币强权，而且他讲得清楚，他说超级强权，真的假的？100天呢？所以他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个要结束对加密货币产业打压，就是对暗网这些洗钱，像那个刚才罗斯乌布里斯他干了什么事情？他那时候要贩毒、洗钱加侵入电脑，所以他现在释放他，而且不会再打压了。接下来政府不会卖出比特币，而且要不让比特币跟各种加密货币变成战略储存。你知道这代什么意思呢？包括我们台湾在内，也可以用比特币作为外汇存底，全世界就会变成是把比特币推得更广，那美国就会变成比特币的超级强权。那他就骂所谓的民主党，过去你的监管，尤其像连他的证券交易所的主席，这些人都是用保护消费者的名义，实际上阻挡创新。以后这些事情不会，共和党会非常的创新，所以找了谁一样都是他跟矽谷帮出身的 Peter Thiel， 所以他现在跟加州跟矽谷的关系会很好，叫加密货币的沙皇大卫萨克斯做什么事情？中国如果讨厌比特币，我们更加拥抱它。那他算盘打得非常的聪明，全世界已经超过有2000亿美金的稳定币的发行，那没有法律保障，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保障大家，你买了之后，这个法案一推，你买多少就买多少美债嘛。所以如果立法通过的话，只要一夜之间就会有数兆美元的美债需求。所以今天完全跟美债绑在一起的时候，我美债不就解套了？对，本来大家都没有人要买美债嘛，突然间不要说数兆美元，36兆的美债一下子全部会被抢光，所以美国一下子就变什么？美元不实啊，美元就会变成数位美元，美元2.0脱胎换骨。所以我们前行政院长、副院长苏俊锦都讲很清楚嘛，这根本就是区块链的翻版，换了名字嘛。简单讲，就在区块链的世界里面重新发行美元，让美元成为全世界最科技的货币。所以你担心美元美债卖不掉，川普已经在这一场暴动里面正在跟矽谷帮推动这件事情，甚至他的家族也毫不避嫌做了什么事情，自己也开始在发债，甚至开货币交易所，完全没有在care 这些事情，而且甚至跟中东一些基金合作，变成是币圈的大佬。川普家族早就已经部署好了。对，所以美元、美债、美元，我们知道上世纪美元的霸权是怎么建立的，跟石油美元建立的。现在叫什么？加密货币的美元。所以美元非常的聪明，所以你也不用担心马斯克跟川普翻脸了。川普现在是紧紧的把加州、矽谷这些科技大佬每个都绑紧紧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美国一个总统就职典礼的话，这么多的矽谷大佬全部都出席。你看祖克伯，他在当天就职典礼捐了100万美金，因为他有什么？因为他有很多垄断法案被川普抓在手里，所以他现在跟川普关系很好。接下来，马斯克有 AI 没关系，我可以找奥特曼。所以奥特曼本来要去中东的时候，马斯克才阻挠他说：“我本来要注意他交易。”结果现在奥特曼也靠向川普这边了。再来，曾经最讨厌他的亚马逊，你看他站在这里，亚马逊的贝佐斯，他还曾经说：“我讨厌川普到什么地步，想要用火箭把川普送上太空，让美国人不要再看到这个人。”结果现在他也靠过来，而且修补关系，出席总统典礼。如果马斯克没火箭不支持他的话，贝佐斯、亚马逊也有火箭，所以要火箭有火箭，要 AI 有 AI，要
脸书或社群软体也有。再来要 AI，还可以有某黄仁勋，所以他跟黄仁勋也，所以他通通都抓着啦。所以你看这场暴动里面。它背后正在进行的是什么？没有马斯克没关系，我跟矽谷帮，我正在重建一个美元是新霸权，所以影响全世界金融就在这场暴动之间默默正在进行了。瑞德，我们刚刚提到喽，现在川普他不单单只是要把加州给处理掉，把纽森给处理掉，把矽谷全部都把它掌权回来之外，他最大敌人还是中国啊。那中国现在在干嘛？来，导播我们看这画面，这画面多美，是张家界，对不对？结果里面这个溶洞出大事了。怎么里面都是垃圾？而且据传啊，据说这个垃圾的高度7层楼高，这么夸张？那么中国的这个湖南张家界有多漂亮呢？电影《阿凡达》里面的场景就是用这个张家界的山嘛，喀斯特地形的溶洞嘛，是非常漂亮的，很多的观光客去，包括中国也好啦，还有包括世界各国很多都到这个地方拍片嘛。这么漂亮的环境，这么漂亮的场景啊，结果被踢爆。那么被踢爆，人家去把这个拍相关的影片呢，跟相关的这个照片呢，踢爆竟然丢了大概7层楼高的垃圾，7层楼高，7层高的垃圾，他们把垃圾都往这个溶洞里面丢。各位想想看，《阿凡达》里面的场景，这么美丽的地方被丢了7层楼高的垃圾，而且在里面找到那么10年前被丢弃的矿泉水的水瓶，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已经不是现在丢的。它7层楼，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7层楼的张家界垃圾也不是一天之内造成的，这是已经丢了多久？10年前的保特瓶而且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啊？它丢了很多的东西，还有造成很大的这个等于说那个垃圾啦、污染等等，里面还有它相关的溶洞里面的水源呐，也污染到了。那污染到了以后，照理来讲，你发现这个东西，你应该去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办法把它解决嘛。当地的这个书记叫做卢志富呢，那么没想到他竟然发布说，是谁再来拍照的话，给我打，给我打。抓到一个打一个，然后呢往死里打啊，打到什么样状况不管啊，有事的话我负责。哇书记书记他们中共是以党领政，中共以党领政，所以什么乡镇市长那都不重要，重要在书记嘛。对，书记既然这样讲，你不是要解决这个等于说垃圾，你是要解决挖出里面有垃圾的人嘛。就不得了的，代际就变了啊！我告诉各位，看谁的态度就知道，看央视的态度就知道了。因为代际一个维修刷嘛，所以后来央视态度批变啊。照理讲，本来要压新闻，就央视最喜欢做这种事，为什么？一开始是要压新闻，到不能压的时候呢，就把要压新闻的人给做掉，就这个样子嘛。是这样子。对，所以就下令呢，那立刻下令，刚刚讲的那个书记叫卢志富嘛，对不对？第一个就卢志富就宣布停止。立刻把它给停止掉啊！这个书记不适任啊，然后去查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一查不得了，从2010年就开始丢垃圾了，能够有7层楼高的垃圾，当然不是现在开始。而且瑞德，我们看到这个的情况说明哦，他还写说什么？我卢志富在这个龙潭河镇这边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引发舆情，造成不良影响。还要写这种道歉信，没有错。那事实上为什么？因为代际维修刷嘛，那压不下去，中共一开始压不下去，就反过来表面上跟人民站在一起，然后去谴责嘛。你没有想到是谁下令这样干的？卢志富会这样讲，表示他应该就知道。而且搞不好就他们这群人一起干的，你知道吗？我问你，是谁可以下令把垃圾往里面丢啊？是谁有那么天大的胆子啊？对，那丢到7层楼那么高你知道丢到7层楼那么高，我告诉各位，他不是丢那个里面有很多那个矿泉水，对不对？我告诉你，我刚从意大利回来。我们亲眼见到中国观光客在意大利的天空之城的那个往上去的那个非常步道里面，就真的把矿泉水往下面丢啊！真的假的？这是一个习惯，这是一个套句他们常讲的叫文化水平的习惯嘛，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丢没什么，那么丢没什么，所以呢，包括这个卢志富这个书记才这样丢嘛，所以。直接在里面丢了以后，现在不得了了。除了卢志富之外呢，总共加起来4个人先停职，然后紧接着来要调查我相信到时候会有这个相关的刑责问题嘛。那丢了7层楼怎么办呢？你知道找核弹，现在怎么办呢？现在赶快调来所有的什么地质专家、科学家、教授、学者，全都来了。干嘛呢？想办法把这7层楼已经本来不让人家知道往洞里面喀斯特地形的那个岩洞里面、溶洞里面丢的
一袋的把它弄起来。现在大家都去清垃圾，所以呢，开始清垃圾了。所以你现在看到就是把这些垃圾呢，那么一袋一袋吊起来以后，把它放到这个卡车呢，一车一车的这画卡车吊走。面也太惊人，也太总共多了。花了几天的时间呢？一车一车的载走，目前为止已经至少载走51公吨的垃圾。51公吨，哎，1公吨等于1000公斤啊！单丢在这个溶洞里面的，载走51公吨嘛。所以你就知道，那么这是为什么上下交相贼，这么美丽的地方，这么漂亮的地方，为什么会把这些包括观光客留下来的，可能当地人就直接眼不见为净，我就把我往洞里面一丢，我管你什么生态保养，我管你什么可能污染水源，黑龙拎到的代级就直接把我眼不见为净丢了再说。哎，瑞德，我们刚刚看到画面，张家界已经够扯。来，我们一个看，现在是中国到处通通有什么福建啦，什么村啦，什么四川啦，都是垃圾山。对，没错，这是那刚刚讲的那个至少啊是自己丢的还承认。你知道在福建的漳州啊，这个吴屿岛呢发生什么事？这个大概只有4000多个人的吴屿岛呢，它竟然垃圾就丢到靠海边的地方。哎，各位，这不就垃圾山吗？不是看起来很可怕？就是究竟反正我就连掩埋都没掩埋，反正我就把垃圾全部都，它的旁边就是海呀。然后呢，就这一堆又一堆的垃圾丢上去以后。后来被一个中国有一个专门这个在抓这个相关的垃圾的这个环保网红啊，被踢爆了以后呢，你知道他怎么讲？那他们当地人的这些人丢这垃圾的人怎么讲吗？那台湾飘来的，你知道吗？听你在那边讲，说是台湾飘来的，不好意思，我台湾哪来飘来那么多的这个垃圾啊？那是你们当地的人，还有包括在观光客，然后留下来了以后，你们为什么不好好想办法想方设法去处理这些垃圾？我们台湾在很多地方，包括离岛，没有办法，都干嘛？都把它后运到这个然后本岛来处理嘛。那这你要处理这些垃圾，不是说我把眼睛遮起来，反正我这个地方一弄，就像以前的那个台北内湖垃圾山一样，我就堆在那边，我眼不见为净一样，不是嘛？你要解决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不解决的结果。垃圾还是问题，还是会凸显了以后，我问你，这个地方以观光闻名嘛？当垃圾山、垃圾我滋生蚊蝇，还有各种各式的这个疾病来的时候，人家还会到你这个地方来观光，让你发观光财吗？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